结婚当天，男朋友一家临时变卦，说50万彩礼不给了。我拒绝后，男朋友不仅在酒宴上大骂我虚荣，还说我家庭条件不好，根本配不上他，甚至说你跟我在一起5年了，眼看都要30岁了，除了我谁还会要你？我看着我爸给我准备的100万陪嫁，好，那你可别后悔。淼淼啊，这50万也着实太高了。赵磊他公司现在资金周转不太开，反正你们以后都是一家人，这彩礼钱少点就少点吧。我诧异的看了一眼赵雷，没想到他妈会突然提起这事儿，这彩礼50万，不是早在订婚宴之前就说好了吗？50万刚好在赵雷的能力范围内，是我向我爸妈劝说了好久，他们才同意的。我未来婆婆苏春秀端坐在我旁边，端地好一副长辈的派头，你和我们赵磊都5年了，还讲究这些干什么？翻了年你就30了，这女人过了30可拖不得，这彩礼啊，我做主25万。说着还有些肉痛，还想改口，赵磊就可厉声，他妈就说淼淼，不是我说，这都说什么锅配什么盖，就你家这条件，要不是你和赵磊在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要不是你有个 S4的户口，如今就凭我们赵磊这身价，你还不一定能攀上我们家呢，你呀就知足吧。我什么条件？我爸妈都是大学教授，向来崇尚勤俭节约，我在这样的环境长大，自然也养成了节俭的好习惯，所以才会在大学的时候被赵丽误以为我是和他一样从农村出来的。后来他知道我爸妈是大学教授，也觉得我家境一般，毕竟我穿的用的都很普通。大学毕业后我们感情稳定，我试图向他坦白我的真实家境，但他那时候创业，整天忙得焦头烂额，压根就没心思听我闲聊，我也觉得没必要。可我没想到赵磊对我的误会会让他妈直接瞧不上我，他这话明摆着说我家里赵磊是高攀啊，可我和赵磊在一起的时候，他还是个什么也没有的穷小子，要不是我陪着他创业，心疼他公司起步不易，在姐夫面前给他说好话，给他资金扶持，他赵磊能有现在的成就吗？我爸向来是个火爆脾气，蹭底下站得起来，你这话说的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你们家的态度吗？我还没来得及说话，苏春秀就不甘示弱的站起身，我们家什么态度？你一个教书的，女儿能攀上我们赵磊这种青年才俊，就偷着乐吧，还是自大开口，想要50万的彩礼，你也不看看你配不配？要不是看在你女儿给我儿子赔了5年的分上，我连招20万都不想出呢，真是晦气。这话说的太难听了，我甚至愣了一会儿，看向赵磊，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只是默认了。苏春秀说着，又拉着身边穿一身红裙子的姑娘道，这是我们赵磊的亲为主马小雪，和苗苗一个大雪的，她过2个月也要结婚了，不仅不要彩礼钱，还倒贴一套房子呢。这位小雪甚至还是赵蕊的初恋女友，在我的订婚宴上穿一身红，听见他妈这话后，还含羞带怯的看了赵蕊一眼，我气笑了。你们家能陪嫁什么？那套郊区的破房子，还是一辆掉了漆的代步车，一家子的穷酸样凭什么要50万的彩礼？苏春秀气焰嚣张，嘲讽刻薄的目光跟刀子似的，落在我爸洗得微微发白的西装上，白眼都翻上了天，嫌弃我家穷。他知道我爸身上那套西装，哪怕洗得发白了，也还能买下10条，他身上这件抹蛇牌的裙子吗？我心里只想笑，这一刻无比庆幸自己听从爸妈的话，没有将他们准备给我的188万和10间商铺，一套市中心大复式的陪嫁告诉赵磊。我一直都告诉他妈，我爸妈只是在大学里教书的，勉强算是个书香门第，我和他妈见过几次面，他妈看我的目光总不太满意，为了赵磊我都忍了，可现在他妈瞧不上我爸妈，我忍不了，我没理会苏春秀，看向一直站在他妈身后的赵磊，赵磊，这是你妈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道理没回答我的话，他看着我，面上是我无比熟悉的无奈和闪躲。淼淼，我妈说的也对，我公司现在确实周转不开，这50万的彩礼真的太高了，你们家？那隐晦的含着嫌弃的目光在我爸妈身上顿了顿，又说25万已经是我能拿出来的极限了，要不是我真的喜欢你，忍不住打断他，赵磊，你上个月还提了一辆30万的车。赵磊的脸色顿时难看下来，他妈见状，越发车大了嗓门，提车怎么了？那是我儿子自己赚的钱，你们家有什么呀？一张口就要50万，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什么货色，好不容易攀上我儿子，就迫不及待的往家里揽钱，还大学老师呢，你直接卖女儿的了，你们一家子打的什么算盘，我都一清二楚，能给你25万就知足吧，也不是什么黄花大闺女了，这么不要脸，你闭嘴！我爸气得脸色铁青，我妈一个劲的给他顺着胸口，我爸身体不好，再纠缠下去，我怕他真被气病了，将包里那套市中心大复式的房产证直接摔出来。本来今天要是顺利，你们家出50万的彩礼，我爸妈给我的陪嫁，则是188万的现金和商业界的10间商铺，以及这套市中心的房子。但既然你们家这么看不上，我看这桩婚事也没有必要再继续了。屋子里一静，随即传来哄笑声。赵磊他们，赵薇拿着那红本本，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你哄小孩呢？我说徐淼淼，打肿脸充胖子，也不怕谎话被揭穿。赵磊的脸色极为难看，还带着一丝不可置信和惊愕。微微，这是真的，真的。苏春秀大惊，我妈扶着我爸，我拎起包包和衣服，从赵薇手中用力将房产证抽出来，冷眼看着赵磊，赵磊，我们到此为止了。我一直都觉得这彩礼就是走不过场，之前还是要回到，心是飘的，不踏实。但我和赵磊认识8年，谈恋爱5年，感情一直很好。就算他妈不喜欢我，但我要嫁的是赵磊，又不是他妈，我一直这么安慰自己。但没想到赵磊他妈还真是给了我一个惊喜，各种难听劈头盖脸的砸过来，将我们一家的脸面撕下来，往地上踩。赵磊一个字都没说，反倒是知道我爸妈给我的陪嫁之后，赵磊的电话和短信便轰炸了过来。
我倒是想听听他怎么说，毕竟我们这么多年感情，我还有了2个月的身孕。一连挂了10几个之后，我按下接听，电话里他语气急切，替他妈笑话。我跟我爸妈道歉，说这其中有误会，他妈年纪大了，让我多担待，我们这多年感情，诸如此类求情的话，听到前半段我很生气，但听到他提起我们这8年的感情，我还是不可避免的心软了。一个人能有几个8年呢？除开彩礼这事，赵磊对我真的很好，朋友们都戏称他为10佳男友。淼淼啊，刚才说我老糊涂了，你知道我们家赵磊为了公司劳心劳力，付出了多少？这资金实在是周转不开，我也是太着急了，你把这张气都撒到你头上，你也知道，赵磊他爸走得早，我一个女人带着赵磊和他妹妹，要是嘴皮子不厉害点，怎么将他们拉着大呀？都是妈不好，妈给你赔罪，也给亲家公亲家母赔罪。电话又被赵磊接了过去，嫂子，你家里给你的陪家这么丰厚，你怎么不早说啊？带了些埋怨的语气，我听见那边赵磊呵斥了他一句，赵磊动荡起声，声音清晰起来的时候，就又变成淼淼姐、小嫂嫂，我妈都和你道歉了，我也和你说声对不起。谁能想到伯父伯母这么低调呢？这次是我们家的不是，你怪我也好怪，我妈也好，但我哥真没做错什么，他为了娶你，家里公司两头转，忙的人都受了一拳，你就原谅我和我妈吧。我和赵磊没见过几次面，他在外地上大学，比我小了足足8岁，平日里赵磊很疼他，简直宠成小公主。他和我处的不咸不淡，总是有需要的时候，我爸沉着脸，我心里一凌，知道我爸这是在试探赵磊，毕竟刚才在酒楼里，他妈破口大骂的话，还想大耳畔，知道我爸妈给我的陪嫁后，180度大翻脸的，也是赵磊一家。我如是转述我爸的话，听见那头赵磊明明说了一句，我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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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一句，我会为了我们以后的日子努力的。他言辞恳切，我心下一耸，看见我爸和我妈的面色也缓和了几分，忍不住喜意迈上心头。毕竟谁也不愿意相信自己朝夕相处相恋5年的男朋友是个贪财而不顾其秘的人，我也不愿意肚子里未出世的孩子的爸爸是这样的人。但好在赵磊没有让我失望，第2天赵磊就和他妈带着大包小包的礼品来我家，订婚宴上嚣张的不行的苏春秀拉着我妈的手一口一个亲家母，我妈的心里有些不安。赵磊顺着我的动作看下去，眼前忽然一亮，淼淼你怀孕了，模样轻轻温和的青年双眼发光，充满奇迹的看着我，我心里一软，不自觉的扬起唇。赵磊就在我妈的身上，我妈的身上也不像我妈的身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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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像我妈的身上。好安，赵磊顺着我的动作看下去，眼前忽然一亮，淼淼你怀孕了，模样轻轻温和的青年双眼发光，充满奇迹的看着我，我心里一软，不自觉的扬起唇。赵磊就激动的抱着我，太好了，我要当爸爸了。不等我说话，他就牵着我的手来到客厅，高兴的冲他妈道，妈，淼淼怀孕了，你马上就要当奶奶了，我们尽快将婚期定下来吧。转头看着我，眸光宠溺，别到时候婚纱穿不下了，我可是要给淼淼，我一定会把她当她的婚礼的。行啊，这可是大喜事，亲家母，你把淼淼的生辰八字给我一份，我认识魏先生，叫他帮我们算的好日子，尽快将这事定下来。赵磊他妈当然也很高兴，就是看我的目光不对，看向我肚子的目光也太过火热了些，我心里隐约感觉不对劲，但转念一想，老人家都喜欢孙子孙女，也就没当回事。赵磊他们一家人重视我肚子里的孩子，再加上这几天我爸妈也逐渐放下心来，我将工作室的工作全都推给了闺蜜林敏，安心备嫁。这天我和赵磊去婚纱店试婚纱，前几天在这家婚纱店的官网上看到一款婚纱我很中意，正好今天也到货了。许小姐，这家婚纱简直就是为您量身打造的，显得你优雅美丽又贵气，您穿上它，那天一定是整个酒店最漂亮的新娘子。拉开帘子，我看见赵磊坐在对面的沙发上，正面色沉凝，眉头紧皱，像是遇上什么大事，但你看到我出来，还是面露惊艳，反手将手机收进口袋，快步走来，淼淼，你太漂亮了，能娶到你这么美丽的新娘子，真是我几辈子修来的福气。他最近情话总是张口就来，当着外人的面，我多少有些害羞和不自在。好了，你快去试试西装吧。赵磊被店员带着去试衣服，脱下了外套就交给了我，他外套里的手机嗡嗡作响，我顺手拿出来一看，是他妈给他发消息，鬼使神差的，我将手机解锁，点开那一长串的语音，赵磊他妈熟悉的泼辣的声音，瞬间响彻耳畔，她怀孕了，这辈子算是绑在你身上了，她的东西不都是你的东西吗？微微想要她那套失踪新的大复式当陪嫁，她敢不给吗？妈告诉你，她要是不答应，婚礼就别办了。妈告诉你，她要是不答应，婚礼就别办了。反正她带着肚子，看到说着急的是谁，一瞬间像是兜头浇下来一盆凉水，把我结婚的喜悦和嫁的良人的憧憬幸福全都浇熄了。我趁着手飞快的往上滑，点开语音，一个一个的听。她老许家就生了2个闺女，
到时候他爸那个病秧子，有什么头脑热的，还不是你跟着跑上跑下。一个女婿半个，他姐姐还在国外，这事不都是你的吗？先要他一套房子怎么了？反正他家那么有钱，等那2个老东西都死了，这东西不都还是咱们家的？妈告诉你，到时候可别让他姐回来，捡现成的，你机灵着点，那些东西可还有我们微微的一份呢。他们家那么有钱，前些年他徐淼淼是怎么能看着你，为了公司忙得昏天黑地的，随便拿出一间商铺一套房子，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我看他还是防着你呢，现在怀了孕，他也跑不了了，等月份大了，就叫他将那什么工作室转让给微微，他当嫂子的，照顾妹妹，就当是给微微的嫁妆了。赵磊他妈什么性子，是我向来不知道几分，因此他能说出这些话，我并不觉得奇怪，更叫我难以接受，是我的男朋友，我肚子里孩子他爸，即将要和我步入婚姻殿堂的赵磊，一改在我面前深情稳重的形象，在微信里和他妈一唱一和，直接将我爸妈家的财产划分得清清楚楚。妈，我知道的，您就忍忍吧，等结了婚，这些都好说。微微是我亲妹妹，我能不照顾她吗？我跟苗苗说，她会同意的。不同意？我听见语音里赵磊在冷笑，是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语气，叫我瞬间毛骨悚然。我会让她同意的，妈，你别小瞧我，她嫁我就是我的人了，就算不同意，我也有的是法子叫她同意。然后是赵磊他妈自豪夸赞的声音，对，不同意就打，打到她同意，还真当自己还是黄花大闺女呢。咱们微微要她的工作室和房子，那是应该的。苗苗，你在干嘛？赵磊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我克制住自己发颤的双手，回身看见神色还带了一丝惶恐和心虚的赵磊，只觉得怒火上冲，前所未有的愤怒。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他有一瞬间的慌神，大步上前想要抢我手里的手机，我却没错过，他们眼尖一闪而过的很利，忍不住后退几步，钻进手机，不是我想的那样是那样，不要赔假是假的。打量了结完婚以后，就将我的工作室和我爸妈的财产占为己有才是真的。赵磊，你和你妈的算盘打得可真响亮了。我从婚纱店狼狈离开的时候，赵磊还试图追上来，但一个电话叫走了他，见他没追上来，我才松了口气，就进去了工作室找闺蜜林敏。这是怎么了？你不是去试婚纱了吗？我还想着待会去看看你呢。哎，怎么哭了？赵磊人呢？见到熟悉的人，我拼命压制的泪水再也忍不住汹涌流下，哭完了一整包抽纸，将赵磊那一家子人的打算都说了，这才觉得心里好受了一点。他真的这么打算的？亏我寻常看他温暖尔雅的，还以为他是好人呢。什么东西啊，心这么脏，也不怕遭了天谴。林敏和我从小一块长大，他妈是我妈的同事，两家人向来较好，所以我才会在他面前毫无保留。他也算是看着我和赵磊一路走来的，家人大骂一通，发现完了才来到我跟前温声训，又看向我的肚子，你肚子里的孩子打啦打啦。我和他异口同声，又不约而同地看向彼此。林敏大松一口气，淼淼，你能想清楚就最好不过了。赵李他们一家既然能干出这样的事情，你也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我摸着肚子，想着手机里赵李和他妈充满恶意的话语，最后一丝心软也变成了决绝。我庆幸我和赵李还没结婚领证，庆幸这件事还有挽回的余地。我给爸妈打个电话，忍着哭腔将事情的来源说了。听了那头我爸苍老的声音，一时心酸难耐，不由得后悔起自己没有及时听我爸的话，但好在现在还来得及。挂完电话之后，林敏陪我去医院做了人流，赵李忙着公司的事情，即将到来的婚礼几乎是我一手包办。我和我爸妈一个一个的给那些已经收到请柬的亲朋好友解释婚礼不办了，将订好的酒店和宴席退掉后，赵李打来了电话，我一个也没接，编辑的短信告诉他婚礼取消，我们彻底没有关系了之后，直接将他和他妈他们也的电话全部拉入黑名单，又将认识的赵李朋友和兄弟全都删除拉黑。在我爸我妈的手机上同样操作一遍之后，这才觉得世界都清静了。我姐本来要在1周后参加我和赵李的婚礼，直到这件事之后直接和姐夫连夜坐飞机回来，见了我之后简直恨铁不成钢，只是到底心疼。我刚做完人流手术，直接带着爸妈和我去了姐夫在郊外的一栋别墅休养，等安顿好之后，我去找了姐夫。姐夫，你听我的投资给赵李的那笔资金，现在可以要回来了。我知道现在赵李的公司资金周转不开，他本就焦头烂额，满心都打算着等结了婚要从我这套钱去填补他的公司，但我偏不如他的愿，想要算计我，那就把之前从我这儿得到的好处全都给我吐回来。我姐夫现在是一家建材公司的老总，名下还有好几家分公司，当年要不是我在他面前给赵李说好话，他也不会投资赵李。不过赵李现在都还不知道呢，还以为是他研发出来的项目，得了我姐夫的亲眼。我姐现在爽快，直接朝我发来的白眼，还用得着你说？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叫你姐夫去要账了，他敢欺负我妹，还想用着我的钱去支撑他那破公司，做梦想。姐夫宠溺的看我姐一眼，又朝我点点头，放心吧，现在赵磊应该没心思来求你原谅了，他现在忙他公司里的那一摊烂账呢，这就叫现实报。我长舒一口气，看看姐夫，再想想赵磊，不由得有些怀疑我自己的眼睛，见过我姐夫这样的好男人，怎么还会看上赵磊这样的烂人的？但那时我还不知道，赵磊一家将会身体力行的向我证明，烂人是永远没有底线的。休养1周后，我身体也恢复了，
养足了精神，回到工作室上班。我现在在大学学的室内设计，大三开始在外面接图赚的钱就已经足够我的学费和生活费，毕业后又在设计公司老老实实地上了几年班，积攒经验，和林炳开的工作室，算是将我这几年的工资和外快赚的钱全都投进去了。工作室刚开始运营就已经接到了几笔不错的单子，我决心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到赚钱上来，现在天大地大，全都没有我赚钱最大。徐淼淼，你给我出来！我正画着图呢，就听见外头一阵喧哗，其中带到尖利的声音，我再熟悉不过了，那不是赵磊他妈苏春秀吗？他来干什么？我有种不好的预感。结果刚一出门，就看见赵磊他妈披头散发，身边正是赵薇和不知道憔悴了多少倍的赵磊。一见我出来，他又像发了疯一样冲过来，甩起手里那个错了扣的爱马仕，劈头盖脸的朝砸过来。你个贱货，你都怀了我们赵磊的孩子了，还这么不安分，谁允许你取消婚礼的？你知不知道我们家在那对亲戚面前有多丢脸？你怎么敢的？我躲避不及，被砸得正着，后头李敏冲出来将我往后一拉，抬手就将赵磊他妈推了个趔趄。你们家自己怀着什么心思？还有人民说吗？赵磊和赵薇扶着苏春秀，不赞同的看了我一眼，目光还带着责备，那样子丝毫没有心虚。我摸着脸上被砸出一道红印，传来火辣辣的疼痛的地方，气笑了。赵磊他妈气势不减，一双刻薄的吊梢眼里满是怨毒。这是我们家的事，要你这个外人来插什么嘴？说着，他又将炮火对准了我，面露急躁。徐淼淼，你现在赶紧的去向你爸妈将那188万要到手给赵磊的公司周转，再将那套市中心的房子过户到薇薇名下，不然的话，你别想再进我们赵家的大门。到时候我倒要看看你一个大学教授的女儿未婚先孕，品流肚子说出去好不好听？感情是赵磊的公司支撑不下去了，还打量着我的陪嫁的主意呢。李敏一份甜蜜还想说话，我拉住他的手，一面让他叫保安，一面和赵磊他妈对峙，究竟是未婚先孕不好听，还是你们一家还没结婚就贪图儿媳妇的嫁妆不好听？这还没结婚呢，就打量着要将我爸妈的财产据为己有，城墙都没你们一家的脸皮厚。我已经叫了保安了，你们再不出去，我就直接报警了。好啊，你报警，报警把你这个欺骗我而感情的贱女人抓起来。赵磊他妈还在吵扰，甚至还想上前来抓我的脸。刚才是事发突然，我没有准备，现在他还想估计，重视用包包砸我的脸。我下意识的将伸手一挡，然后接过林敏递过来的扫把，用力挥，直接打在赵磊他妈的腰上，痛得他尖叫一声。赵磊一声厉喝，抓住我手里的扫把，徐淼淼，你闹够了没有？那感情我这么决绝的说了分手，又取消了婚礼，在赵磊眼里，我是在和他闹。一时间，我被赵磊的厚脸皮震惊，半晌都说不出话来。你都怀了我的孩子了，你还想怎么样？赵磊眉眼间浮现出一抹烦躁，你现在赶快去向你爸妈将那188万的陪嫁要过来，不然我的公司就要完了。就是啊，徐淼淼，我哥这几天因为公司的事本来就忙得不得了，你还无故取消婚礼，害得我哥为此到处赔礼道歉，我们家脸面都丢尽了。你要是还想进我家的门，就赶紧照我哥说的做，再跪下给我妈赔礼道歉，不然的话，到时候说出去，我看你们家还有没有脸。赵薇拿着手机对准我，一脸的得意洋洋，似乎吃定了我会答应他们一家这么离谱的要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我怀孕了，所以就可以彻底单私助我，单私助我爸妈，将我们一家子的心血全部榨干，然后养肥自己的荷包，简直是太可笑了。这一刻，我无比庆幸自己的坚决，在知道赵磊一家真面目之后，就飞速打掉了孩子。我用力将骚巴的铁质手柄从赵磊手中抽出来，尖锐的顶端在赵磊手中划出一道血痕，听着他吃痛的声音，我看着这实在是太过荒唐的一家子，大声道：赵磊，我们认识8年，谈恋爱5年，我帮了你多少次，为你解决了多少个麻烦，你自己心知肚明。我们还没结婚，你就和你妈商量着该怎么接受我们家的财产，不愿意给彩礼，却想要我爸妈给我的陪嫁，婚礼还没办呢，就将我爸妈的财产分配的明明白白，工作室和房子给赵薇，现金给你周转公司，再用我爸妈的商铺给你妈开个早餐店享清福，还组织我爸的身体，你打量的挺好啊，你一家子是算盘成金吧？我告诉你，孩子已经我打掉了，我爸妈身体好得好，医生说过我爸妈会长命100岁，一定会比你妈这个不刷牙的活得长久。至于你，现在我和你已经没有了任何关系，就算是有关系，那也是债主和欠债人的关系。什么？孩子你打了？赵磊他妈不可置信，瘫软在地，东亏大喊，一个杀千刀的，你还我孙子，还我孙子！大家快来看啊，这个女人欺骗我儿子的感情，还打老人啊！工作室门口已经聚集了许多对声音吸引来的看热闹的路人，一时间议论纷纷，对着中间的赵磊他妈支持点点，群众的眼睛可是雪亮的，现在都讲究事实真相了。苏春秀还以为是那个只要他往地上一躺他就有理的年代呢。赵磊听着那些窃窃私语，一张脸青了又红，眸光中积蓄的全是沉沉怒火。我欠你什么了？徐淼淼，你别得寸进尺。我这些年大大小小送给你的礼物就不说了，当我大发善心人给乞丐了，但赵磊，你别忘了，当初你那间公司成立，我可还出了钱的，一共20万，还我。赵磊要是有钱还，他现在就不会出现在这里和我讨押我爸妈给我的那笔188万的陪嫁了。我姐夫将资金抽走之后，他的公司摇摇欲坠，已经濒临破产边缘，他现在的卡里已经掏不出1分钱了。赵磊带着他妈和赵薇在保安到来之前落荒而逃。林敏朝我竖起大拇指，可以呀，淼淼就是要这样，面对渣男贱女绝不心慈手软，讨饭讨久了，还真当所有人都欠他呢，不要脸。说完又重复一句，
之前你可一定要回来啊，绝对不能心慈手软。我说你放心吧，本来不想做的那么绝的，但他们都找上门来了，也就不要怪我不留情面了。可让我没想到的是，赵磊一家先一步出手了，网上迅速发酵起来的一段视频，视频是掐头去尾剪辑过的，没有声音，就只能看见我凶神恶煞的用扫把将赵磊他妈打倒在地，然后指着赵磊和他妈的鼻子一通乱骂，配上视频主人的字幕，本来是赵磊一家子去我的工作室闹事，就变成了我赵磊肚子里的孩子。不过未婚夫现在资金困难，只一向赵磊讨要天价彩礼，不给就不结婚，并且还对未来婆婆恶言相加，还对老人动手。在视频主人的刻意引导下，再加上现在天价彩礼的话题本就敏感，在油水菌迅速发酵，我在网上火了，被骂火的。他以为他自己是天仙嘛，还80万彩礼，想屁吃吧。这一家子摊上这么一根媳妇是真惨啊，我气得浑身直哆嗦，怎么也没想到，竟然真的有人能无耻到这种地步，颠倒黑白，是非不分，愚不可及。我姐神色严肃，我已经叫你姐夫去查了，是你那个前男友的妹妹搞的鬼。淼淼，你工作室门口的监控视频记录的一清二楚，你放心，你姐我可是学法的，赵磊和他妹妹一个都逃不了。姐，直接将监控视频放出去吧，不用剪辑，也不用挡住我的脸，还有那些在视频底下骂爸妈的，我要告他们。我其实不太在乎那些对我的评价，那些人听风即是雨，到时候真相大白，事情也就明了了，但我不能接受那些人在不了解事情真相的时候，就对无辜的老人肆意辱骂。我爸妈什么也没做错，不该接受这些恶意，他们想借用舆论往我头上泼脏水，我偏要将这盆脏水完完整整的扑回去。做错事的人总归是要为此付出代价的。我整理好了证据，附上工作室门口的监控视频，完完整整的发了出去，将我和赵磊5年的恋爱和他们一家子对我的算计毫无保留的呈现在网友面前。天啊，简直刷新我的三观，怎么会有这么厚颜无耻的一家人？好在那个小野醒悟了，这不然一家子都要被这些赵磊一家人吃的连骨头都不剩啊，太可怕了，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一家人啊？这算盘打猎太响亮了，哪里来的脸啊？所以之前那段视频是剪辑过的，我们都不想了，被那个博主骗了，倒打一耙，颠倒黑白，太不要脸了。赵薇是图泼在我身上的脏水，试图在网上抹黑我的名声，这些全都被受到欺骗后感到愤怒的网友原原本本地还了回去。当然这些他们都看不到了，因为赵磊公司破产之后又查出来他在工程项目里偷工减料，被人举报，已经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至于赵薇，也因为诽谤他人进去配合调查了。赵磊他妈也灰溜溜的收拾东西回了老家，我还给他准备了惊喜，将他们一家试图吃绝户的行为通过赵磊的大学同学在老家宣扬开来，以后赵磊他妈在老家的日子也会被人指指点点。人都要为做错的事付出代价，比如赵磊和赵薇，比如赵磊他妈，再比如错看了赵磊的我。在赵磊和赵薇在牢房里服刑的时候，我已经被爸妈叫去相亲了，听说也是他们老同学的孩子，今年刚回国。以前我很排斥相亲，但现在觉得有时候还是要相信父母的眼光的。看着坐在我面前肩宽腿长容貌英俊脾性温和的青年，趁他不注意冲不远储藏在角落里，一有什么不对劲就打电话将我叫走的黎明眨眨眼睛，这意思就是不用打电话了，人嘛总是要朝前看，毕竟生活有苦有甜，那些不值得的人就让他们留在过去发烂发臭，而我只管大步向前，朝着新生活进发。全文完。